啊，正常，在那个高速上的。我去干嘛？我去那个踢足球去。我去那个踢足球，跟他们约了一场足球赛。你会踢吗？我瞎踢呗。我去干嘛去？你看不是我粉丝，你是偷偷混进来的吧？你不是我粉丝吧？我去干嘛去？什么足球赛？嗯，摩登兄弟杯踢皮球大赛。嗯，一看你不是我，我足球，我这么会踢毽子，足球肯定是也是没问题的。嗯，踢什么位置？我肯定是纯守门员。不是新设备啊，这就是手机播的，没在车上，我在车上呢。这2天是想开播，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嘛，天天忙活这个舞台那个音乐的，天天还得录东西。我本来要到了南京要录东西的，今天。我看这个特效怎么关啊？行了。颓废了。是颓废了。我都说了，那个刚才在群里不是说了吗？你刚才一看也这人没在群里，没洗脸，不是没洗脸，确实没洗脸。刷了个牙就出门了啊，胡子也没刮。看起来怎么有点老了？是年纪到这儿了吧？能不老吗？也没有上课，有朋友说专门上来上课，没上课，没上啥课啊？上课我就觉得他就是个梗，然后我觉得播一会儿玩个梗挺好玩的。然后就让因为我也很久没有在车上直播了，我刚才一想，哎，车上可以播一会儿，也挺好玩的。以前总是想很多东西去说，哎，搞个新鲜的直播，比如上哪儿啊，出去玩什么播呀，或者怎么样的，搞一些新鲜的做饭直播什么之类的。最近好像确实发现回来做歌手之后更加忙碌了，更加忙碌了。这个忙碌呢，它不像你拍戏，你拍戏在剧组4个月你就沉浸，然后就饰演一个角色，然后每天的内容就是在跟那个故事相关，跟剧本的故事相关。但是你做音乐之后，你会发现你每天接受的东西都是复杂的，都是新鲜的，就是多样的。因为每首歌表达的东西都不一样，每首歌的曲风也不一样，唱法也不一样，做编曲的东西你得变着花样去做。对，所以就会更加消耗你的精力也好，或者是你的脑袋也好。有朋友说老大开车看到点前方，我坐后排呢，我开车。有病！我别在那给我造谣啊！我在车上坐着呢。
有人说你是不是有病？人家上班你直播，我又没让你上班的时候看，你上班就好好上班，下班了看回放嘛。就是你不能，你上班就不允许别人也上班啊？我必须在你闲暇的时候出现吗？你当我是你家养的宠物？嗯，为啥晚上没有晚上不播？我晚上落地应该要录东西，晚上播。你当我天天闲着搁家抠脚？都说了，我就弄歌的时候更麻烦，因为光编曲啊啥的，你就光对编曲，对之前做好的混音什么东西，你就够你忙活半天了。嗯，而且现在也不知道什么风气，我以前可能没有关注到啊，所有的这个节目舞台都有一批人去 reaction，Eric 是，一批人是 Eric 是，你唱的不好是真是贬低你啊，你编曲做的不够精美是真的是站在这个专业的角度去给予批评啊啊，所以你这个东西，反正我就是这样的，我就希望我做每一个东西都能给他做的，也不能说做好吧，就自己反正就是尽力去弄吧。弄完之后，哪怕别人吵，我也觉得我尽力了；或者是哪怕别人称赞，我也觉得哎，他看到我的努力了，是这样的嘛？对，所以嗯，有朋友说无所谓的，也倒不是无所谓了。我认为他重要的事儿，他就很重要啊，因为就是你作为一个明星也好，艺人也好，你所有出去不是你那张脸，你要在乎的是你的专业，你的专业性的东西，你的业务上的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只看你今天长得多好看，穿的多漂亮，那些都不重要，那些就是一时的。嗯，撞地球什么时候上？撞地球那天给我听了一版编曲，我觉得不太，做完了，基本混完了给我听，然后我觉得那个编曲不太行，我不太喜欢。嗯，我觉得他不知道，我当时觉得那编曲他做多了，那个不能那么的复杂，那么的多，所以我希望它是一个就是听起来舒服的啊。因为包括现在录节目也好，或者是上节目也好，自己发歌也好，我更希望那些歌呀是能够持续收听的，啊。但是像录综艺就比较矛盾的，就是录综艺比较矛盾的就是你不能只兼顾收听，你不能只兼顾听感，你还得兼顾一些舞台上的东西，因为毕竟你要演嘛，你是要演的，所以你要考量的东西就是它就是它这两个东西，它有点打架。有些歌就特别适合听，你哪怕唱的没有那么激情澎湃，但是可以持续播放、循环播放，你可以当做一个背景音乐，或者在他的歌单里让他听着。但是你做舞台上，你磨磨唧唧的唱完那么一首歌，就不太行，就是有点垮，大家就会觉得哎听得不过瘾或怎么样的，所以就得想想说在编曲上弄一弄。像那个自曲周全，其实我整个在做的那个思路上就是要反复收听的，因为我就不给他那个做太多的复杂的一些东西，就是让他持续收听的，包括青春的那个歌，我就希望那个是永远都能反复收听的一个版本，嗯，就有的时候是做减法，嗯。对，那个青春的那个歌你们都听了是吧？我看那个，
我看网上那个王老师特别好啊，我看那王老师那个做乐评人那个王老师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个乐评人，而且也是做音乐很多年的一个老师。然后他给我那个青春的那个做了一个评价，然后我看还有咱家朋友跑进他直播间跟人吵架去，嗯，还也不是说吵架吧，就是也是一种讨论，对音乐上的一个探讨。我们都是爱音乐的人，去他直播间里跟他探讨，然后到他视频底下跟他 battle 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没关系啊，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个王老师我看非常非常用心，还他自制了一版那个嗯编曲，他自制了一版编曲，然后贴上我的人声。对对，我看到了。我有的时候刷那些东西，我能看到啊，因为他自制了一个编曲，然后贴上我的人声，给我做了一版出来，我觉得很用心，很棒，我就觉得很好。你想一想，是不是？你说我要有那个钱能请到他给我做编曲，那是不是那个，就是又得多花一份钱？也没有了。其实我看这些，我有的时候也会刷到一些那个 reaction 我的舞台的或者我的唱歌的，我觉得这个都 OK 啊，说啥我觉得都 OK 的，因为音乐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么好玩。它好玩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听到的东西，他感受的不一样，每个人喜欢听的也不一样。就跟大家喜欢吃，有的人喜欢吃辣的，有人喜欢吃酸的，有人喜欢吃甜的啊，我就吃不惯甜的。那这就是个人口味的问题。所以音乐就是多样的，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也好，你喜欢什么都是 OK 的。所以这就是流行音乐的魅力嘛。而且，我想说，有朋友说把没有，我觉得因为那个王老师特别好，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录那个天赐的时候，我们就碰到过，然后也聊了很多，关系其实很好。人家首先呢，我相信，首先他一定不会是针对我，不会针对我说故意要贬低刘宇宁是怎么回事，那犯不上。因为我们私交见过，然后也聊聊天儿，包括录节目间隙，你想想录天赐的时候间隙都会跟这些老师聊天儿，然后也分享一些，然后什么的，这很好玩的。对，人家不会故意黑你的，也犯不上黑你。对，所以就是他做那个是很好玩的，给我做那个编曲是很好玩的。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其实他给我做那个编曲那个方式，我不是我早，就是我其实想到了，我想到了，只是我觉得那种偏民谣风啊，偏复古一些那种纯粹的那种东西呢，我可能以我浅薄的一个见识，我觉得那个东西过于简单了吧？过于简单了。就是因为它毕竟还是个舞台性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要考虑舞台上的一个整个气氛，它整个音乐的一个力量感。如果我真的是，你说我在某一个什么音乐会上啊，一个很小的一个环境当中，有吉他，有那种香鼓，然后打着去唱，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或者它放在播放器里，它是一个纯收听的歌曲，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但是它需要舞台，如果舞台上真的是淡淡的从头唱到尾，只是调整唱法，从唱法上去丰富它的层次感的话，我个人会觉得有一点单薄。所以我还是希望它还是有一定舞台性的，然后但是呢又不过度的那个舞台，它还是有稍微的可以循环播放的一个常规节奏型之类的。所以就是它就是我都是有一些考量的包括每一首歌我怎么去做。因为编曲好玩的就是你可以做任何种方式，你可以把青春的做成摇滚，你可以做成电子，做成舞曲，你可以做民谣，可以做任何什么迪士尼啊、歌剧啊都可以，就是你的选择嘛。我选择是把它做成这么一个偏中性但又且丰富的一个东西，这是我的选择。所以它是我，反正是我喜欢的一个方式。而且那个青春呢，是我反复收听的一个歌，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个歌很好。
我唱的也还行，我唱的也还行，嗯。无所谓会录一个单人版吗？再说吧，因为那个无所谓，我开始选它的时候，因为它就是一个，就是它是最近，也不是最近吧，就近1-2年非常流行的一种音乐形式，它就是一点儿那种氛围音乐 R&B 那种的，就是很像那种，嗯，就很像那种就是氛围音乐。我不知道你们平时听不听这种东西，就他一直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唱，难度也不是很大，它就是一个你听着很舒服的一个旋律，然后一个鼓点儿，一个里面飘的一些飘渺的那种电子音色，它就会让你听着很舒服。但是那种东西是真的不是我个人认为浅薄，因为我可能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专业的，我就会认为那个东西如果在舞台上哼哼唧唧的去唱一个，就会很难受啊，我会自己给自己唱困的啊。但那个歌就是让你听了会觉得心情安抚你的心情，然后让你荡下来的一个东西。但你舞台上你演着演着给台下观众演荡了，演的心情都荡了，那就是我觉得我是不希望这样的啊，就是对难受，嗯。开尾灯我没有灯啊，嗯。哎，我跟你们聊音乐的东西，你们是愿意听的吗？行了，嗯，所以也不要去说人那个王老师，人对我挺好的，我关系都很好的，对对，人也很照顾我，所以就是我当音乐有不同见解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因为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是喜欢嘛，第二我觉得好玩儿，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就是整个行业吧都在不知道，反正也不好混，不好混。然后，但是我就觉得音乐应该是多样性的，音乐是多样性的。就像很多年我们听到那些非常优秀的歌手，他们的唱功未必是最棒的，但是他们的音乐特色都非常鲜明，他们的音乐特色非常鲜明。然后每个人的音乐，每个人的音色出来，你一听就是他，然后你一听就很舒服，哪怕他唱的没那么完美，但是他表达给你的氛围和他的情感就会感染着你，就会让你喜欢，这就是流行音乐的魅力。而现在，但是很多我就觉得很多大家好像一些人出来去做这些什么 reaction，把这个所有把现在的音乐变成一个唱歌比赛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让我非常的不理解的一件事儿，就是所有的什么舞台都要 reaction 评价唱功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当然唱现场还是得有唱功的，还是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发挥的，这个是可以的。但是真正的音乐，我说发行的音乐，不应该是一个唱歌比赛，我会觉得是这样的啊。我就是因为它一定是一个多样性的，哪怕你的声音很哑，哪怕你的声音很尖，哪怕你的声音没那么漂亮，哪怕你的声音是怎么样的，它是一种音乐，是一种表达，它不是唱歌比赛，我会这样觉得啊，对，尤其流行音乐，如果你说美声的话，那纯纯就得比那纯纯因为美声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殊的音乐，也就是那种非常棒的音乐也好，它就是那种的，你会发现他们的音色基本80%都趋同，他们的音色80%趋同，他们就比的是什么？就是唱功，
啊，这歌我能唱，你唱不了，我唱的比你完美，你唱不了这么完美，我就比你厉害，它是这么一个逻辑。但是流行音乐不一样，流行音乐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的表达啊，所以就是允许任何人对我的音乐、我的歌、我的唱法什么提出任何的评价，但是我想说这就是我的选择嘛，我想这么做，这我都我我不像拍戏，拍戏它有固定的剧本，拍戏有剧本，它只能这么拍或者只能这么演，你的人设不能变，你可以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但我的音乐就是要表达自己嘛，我自己的歌我想做成什么样，我还不可以做主吗？当然可以做主，对，所以是这个都是 OK 的啊。摇滚唱起来，我后面有摇滚，我后面第4期应该就是唱了一个摇滚歌嘛，然后包括我后面原计划的选歌，我也选了一首流行摇滚吧，也选了，后面还有，然后后面还有选了很多很棒的歌，而且还会有一些舞台上的惊喜。宁导，这个导是加引号的啊，宁导又再次出手，这个后面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小惊喜在后面，应该是倒数第2期吧，我昨天不是参加那个什么嘛，参加那个京东双11嘛，然后呢，前一天我不就到了嘛，前一天我就到了，然后我想太黑了看不见脸，就看不见脸，听听声音吧，因为这是在车上的。然后前一天不是到了嘛，于是呢我就这手机可以吗？这样给自己脸打着光，也不用吧，真沧桑，就是让你看到平时你看不到的我，你想看光鲜亮丽的，你就当然平时也不太光鲜亮丽了，不用打呗，刺眼，别打了，让我休息一会儿。对，就是那个啥来着？刚说到哪儿了？哦，昨天不是参加惊喜之夜嘛？和前天我就到了我就想说，哎呀，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给自己的借口啊？因为以前我做演员的时候，我可以一天不吃饭，或者一天只吃1根黄瓜。但是当歌手之后，你会发现你不吃饭你真唱不动。第一你唱不动，第二容易贫血，容易晕。你顶高音的时候或者长的气息的时候，你真的容易晕过去。所以我做歌手之后，我就稍微正常吃饭了。但正常吃饭，我这人骨架小，骨架比较小，吃点东西就长脸上，显得特别胖，特别肿，就是这种的，所以呢，我那天到了这个酒店之后呢，这次管理特别严格，不让出去。然后呢，我想说，那我就在酒店健身吧。我就拿出我尘封已久的健身手套，我就去到健身房去了，我就健身。然后就到前台，我到前台，人就说那个，哎，你好，你健身吗？我说是，我说健身房在哪儿？他就给我指了一个路，然后我说好吧，他说那个健身你得登记一下，你哪个房间号，然后把名字用正楷写一下。然后呢，我就把我房间号一写，把我的名字用正楷写了一下，刘宇宁嘛。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就进去，我就在里边练，因为我也很久没练了，我身上嘎嘎瘦啊，我不是嘎嘎瘦啊，我就是身上就一点肌肉、一点训练痕迹都没有，你知道吗？我就怕被人知道，我怕人认出来我。于是呢，我就寻思找个角落偷偷拿2个小哑铃，因为你知道吗？一个老爷们儿在健身房，因为那天我去健身房还有很多人，有个7、8个人吧，
那健身房也很小。你一个男人在健身房，你要拿着2公斤的哑铃训练的话，有点难看，有点难看。但是呢，2公斤其实很重了啊。当然，一般是女生是用2公斤嘛。我也不是装柔弱，因为我想练练肩啊，练练肩膀吧，舒展一下。然后呢，当然2公斤是热身啊，就是开肩啊什么的。然后呢，但是我正常那个大家很多有健身的嘛，有什么飞鸟啊这种的，做飞鸟我基本也就是撑死了用6公斤的飞，但其实也很弱了啊。作为男人的话也很弱了，因为我太久没锻炼了。然后因为我那个什么健身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健身房，因为你到力竭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想，你自然而然就想这样，但是那里面有人，你知道吗？我就一直得憋着，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像不喊出来，不喊出来好像我又使不上劲儿，那算了吧，我就用4公斤的吧。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外边那个前台那个小伙，就是在前台刚才给我登记那个小伙，拿了个手机进来了，然后用备忘录写了一行话。他直接因为我健身房都是镜子嘛，我就这样看着镜子，然后他就从我后面走过来，我看他走过来，我戴着帽子压得很低，但是没戴口罩了啊，因为戴口罩憋挺。然后他就从后面走过来了，拿手机给我看，他就直接把手机递给我，上面写的说，那个宁哥不好意思，那个我刚才没认出来你，然后那个我平时看你直播，我能跟你合个影吗？然后当时我就想说，当时我拒绝他了，我毅然决然的拒绝他了。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那天我确实已经2天没刮胡子了，我的胡子已经长的比现在小腿都太多了，就是那个什么，就是第二我就有点生气，没有开玩笑了。第二我就太邋遢了，我说不拍了，小伙，我说兄弟不拍了啊，下次那个有机会我再来你们这儿，我到健身房来找你，咱俩合影。我今天确实太邋遢了，那天我真没洗脸没洗头，胡子没刮啊，我日常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就啊好嘞，他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女的，一个姐姐啊，我看估计得有，可能猜人年龄有点冒犯啊，他估计他年龄得有40以内吧，啊35岁往上，40左右吧，啊35岁左右，35岁以上吧，啊我不知道，我觉得是姐姐啊，如果我说错了你别怪我啊。走过来了，他说你好，哇真是你啊。我说我现在是被认出来很正常吧这件事儿啊，因为最近就是火了嘛，然后他就这是你啊，我说他说我老公刚刚就说是你，我就不信，我会有这么幸运吗？怎么在这个城市能遇见你？我说我说你好，然后他说那个什么，我上海演唱会我还去看了呢，我老公帮我抢的票，她老公在旁边乐啊，她老公带她健身，然后她说我老公帮我抢的票啊，那个因为她说话有点有点港台腔，你知道吗？有点港台腔，然后那个我说我说那个是那个我谢谢啊，然后他说那个能合个影吗？我说那个我说你好姐，我觉得太丑了，我本来网上就一堆黑照，我不想我的黑照从看过我演唱会的这些人手机里传出去，你给我都发网上太丑了，我就确实太丑了，你不拍吧？他说那好吧，好吧。然后那个他说我就特别喜欢你那个什么，哎我就最近才粉上你的，然后看了你演唱会，我去了上海场，什么之类的。我说谢谢。我因为当时我真的不想再继续跟他对话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我那天真的很丑，我自己都看不下去，满脸油，然后就胡子已经长到不行了，就有点像卓不凡那个长度了已经都，然后我真的不想在我粉丝面前这么邋遢，然后我就寻思我当时就想说，要不我走吧。我就觉得好像因为我第二天要演出嘛，所以我得练一练，这样我能消耗一点卡路里，让我第二天上台瘦一点。然后呢，有朋友说谁呀？我哪知道谁呀？咱家粉丝呗。然后
有时候我就不管嘛，我就一看这么多人认识我，然后她老公又带她练，然后她跟她老公又有说有笑的，练得很开心，然后时不时还往我这边瞅，所以我就又加大了我的这个哑铃重量，哐哐一顿练，练完之后给我累的不行了。我本来想缓一缓，我也想说再练一组腿我就走，结果过了一会儿呢，她跟她老公出去买水去了，然后给我带了一瓶，给我带了一瓶啥饮料我忘了，应该就是蜂蜜抽的吧，就是蜂蜜抽的，就是那种不是蜂蜜抽的，就是反正就是蜂蜜味的那种柠檬水那种的，给我带了瓶水，带了瓶水过来，我就是你说那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你知道吗？就收我感觉好像占人便宜。我作为一个明星也好，作为一个艺人，作为他的偶像，我都没说请人喝瓶水，然后人家哐哐给我买瓶水喝，整的我挺抠搜。然后我不那个我后来我就收了，我就先收了，因为我确实当时也挺渴的，然后我就收了，嗯，对对，我就收了，收了完后我说啊谢谢啊，然后我就哐哐我就自己练，过了一会儿，举手机过来了，说她老公跟我说的啊，她老公第一是啥呢？她老公第一就是面容很和善，就是笑嘻嘻的那种的，走过来了，啊那个拍个照吧。再第二，她老公确实练的挺猛，没有，她老公挺壮，就不是挺壮，就是身材很匀称，就是很有力量感。他说那个你拍一张吧，啊，那个要不他今晚睡不着觉，你跟他拍一张吧。我当时一看她老公那个体格，不是她老公那个和善的那个表情，我就想说，呃，拍一个吧。结果我看当然第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二是最重要的，他手机端的时候，他开的是一个美颜相机。我说啊，那估计美颜完事儿，估计也可以吧。我说行吧，毕竟你都拿人蜂蜜抽的了，就是就吃人嘴短嘛，拿人手短嘛。拿了一瓶水，那拍一张吧。后来跟他拍了一张啊，拍了一张，就是我也不知道拍的咋样，反正我也没管，我就无所谓了。我相信我的这些颜粉们看到了那张照片之后，也能理解当时宁哥确实在训练当中，人会有一些充血，就是人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有点猛啊，所以也是很神奇的一个经历啊。哇，天已经黑到看不到了，那还是开个手电吧来。而且朋友们还有后续呢，他提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你等会儿等我开灯了，我跟你们说。嗯嗯，我也不用这么亮，我看一眼啊。OK，没不用弄，把那个车上那个灯摁开就行，上面那摁一下，右面，哎，好，可以，这样没事我举个这个就行。嗯，没事，你边上帮我举着点也行，有点亮就行。没，你就放那就行。对。有朋友说无理要求是抱一下吧，你是疯了吧？她老公在旁边吧，她说那个宁哥能抱一下吗？那他妈疯了吧？你在说什么屁话呢？嗯，她老公在旁边了，她能说抱一下？你有病吧？你在那儿，你脑瓜想的什么玩意儿？她后来跟我说，她说那个宁哥，那个不用打，不用打。宁哥，那个他说他没叫宁哥啊，他说小宁啊，那个能不能麻烦你件事？我说啥事儿？他说你有没有这权利给我拉到群里去？他说你有没有权利给我拉到群里去？我说什么群？他说那个微博群啊，你给我拉到那个福建群里呗。我是福建的，我就是你给我拉群里呗。你有没有？咱们就今天走个后门呗。
我当时心想，我的群很难进的，岂止是一瓶蜂蜜抽的就能进我群的啊？岂可能是一个蜂蜜抽的就能进我群？3块5毛钱就进群了，那不可能的。然后呢，他寻走过后门嘛，走过后门，然后跟我说能不能进群？那个，我福建群，我说我在里边都是员工，我们里边有管理，我们这些就是群的管理，他们就是权力很大的，我说话不严谨都给我踢出去，都给我禁言，我说不行的。他说哦，我还寻走个后门呢，行吧，那我还是老老实实做任务吧。哎呦喂，我就觉得太可爱了，有的就要走后门，嗯。聊那么多，是我这人比较健谈，我就也不是健谈了，我就也不是健谈，因为我训练时长很久的，我训练基本都得达到40分钟到1个小时啊，非常的力量型的那种的，对，所以就是这个周期他过来3番4番的聊两句也正常，也没有聊太多，有些东西当然经过我的艺术加工了啊，就是因为我不能就是平白直述，这个故事会讲的非常没有意思。也没聊30分钟了。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些，我虽然跟你们讲了大概10分钟，其实我们的对话就没超过2分钟啊。对，正儿八经健身，确实练了很久啊，疯狂一顿练啊。手机拿高一点，拿高点像鬼。有朋友说：“宁哥，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那个去趟南京，那个有场足球赛，我去参加一下。足球赛跟人哐哐一顿踢啊！踢足球去，你搞笑？没，正儿八经的踢足球去。有朋友涉足体育了没有？从小就热爱体育，最擅长的体育项目是，跳皮筋儿、踢毽子，这个非常擅长。踢毽子我就是盘腿踢，能踢40-50个吧，有朋友踢毽子直播吗？不播了啊。康乃馨6.0啥时候开始啊？我看看这次吧，这次那个等我北京演唱会开完，然后把原计划的后四期录完，我看一看，把这个开了，啊，然后给我的设备再丰富一下，到时候我搞一下，6.0，我等我北京演唱会开完，然后把那个原计划后四期的舞台录完，然后音乐全弄完，然后开始后面就搞一场，有朋友脖子好了吗？很多人关心我脖子后面啊。那个我前2天去医院了，然后那个就是出来干活之前去了趟医院，然后去皮肤科去看了一眼，因为我之前也看过，其实没啥用啊，因为它这个东西就身体里有炎症，它就会反复，它这个东西是好不了的。
不太容易好，有的时候就好了，然后过了一阵儿，比如说你吃什么东西不相应了，或者是你这个最近上火了、焦虑了呀，或者是这个睡眠不好啊，都会导致这东西。嗯，对，就脖子后面会起那种大包。那天那天那个出门之前，我去在北京的时候，我再去医院看了一下。去医院，然后我特别怕被人拍到，当时我怕什么呢？就又传说刘宇宁身体不好什么之类的，又去什么没有，就是看看皮肤，去正规医院看的啊。我特别怕被拍到，又说哎呀，刘宇宁这个怎么又难受了，又怎么身体不好了，怎么因病去医院就医什么之类的，我特别怕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就去看了一下，看了然后也没啥事儿，然后那个。反正大夫就说说能不能每天保证10点之前睡觉，不熬夜，然后那个他就说那个要调整睡眠嘛，然后那个饮食啊，说每天尽量10点之前睡觉，因为后面都属于熬夜了。我说哦，我说我做不到，然后医生接了一句啊，我也做不到。我心想我问你了，那医生也很好玩啊，很幽默。他跟我说，他说你尽量保持那个十点之前睡觉，每天10点之前睡觉，不熬夜，这样身体会好一点。我说我做不到。他说我也做不到。我说行，谁问你了？我没问你啊，我不是大夫，你跟我说吧。当然他想说的就是有一种共鸣嘛。对，然后没有，但是现在就是每天吃消炎药，然后喷点消炎喷雾，我相信很快就会好吧。然后那天也是，我发现朋友们最近就这一年确实是火了。以前去哪儿的地方认识我的人不是特别多啊，我也不是说不是特别多吧，就没那么多。但最近出门就是认识我人就很多啊，就去哪儿就肯定有人认识我。医生没认出你，他肯定认出来了，否则他能跟我开这个玩笑吗？然后我出去走的时候，那个护士站那个一个女孩站起来了，说：“宁哥能给我签个名吗？”我是看哲耀喜欢上你的，我看你哲耀演的特别好，特别喜欢，你给我签个名呗，拿张大白纸给我签。我说下回来那个复查的时候给你带个照片，那个啥就别在白纸上签了啊。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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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钱，那天拿大白纸呢，签字笔给他签也奇怪，等我下次复查的时候，我给他带2张，自带签名照啊。对，有朋友说那个是那个说那个有一个电台吧，是那个郑裕玲老师做的那个，是不是？他在里面，而且他发了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啊，发了那个东西宣传我说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叫刘宇宁。我的天呐，我当时看到那个我蛮震惊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你们也知道，我从小就是看那个港台电影长大的嘛，香港电影长大的，我特别喜欢香港电影，所以郑裕玲那太那我看到她太多的电影了，那就是我像很多人见明星会很激动什么的，其实我见到我们这些就是年纪相仿的这些明星，其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可能刚开始有感觉，但是当我看到每一个香港演员的时候，我都会很激动，我都会超级超级激动，我就是那种瞬间变成一个跟你们一样的一个状态。对，因为我真的是从小看他们的那些电影我包括现在依旧很喜欢看。对，所以我看到他们超级激动啊。我看他那个去推荐我，包括他之前节目里好像也推荐过《书剑一梦》，他说我是一个 club 的老板，管我们残江月叫一个 club，说我是 club 的老板就是这什么之类的，挺好的就是感谢郑雨玲老师、郑雨玲姐姐我太喜欢她了，我真的是
这有机会去香港的话，我有机会就见见他，或者上一期他的节目也是 OK 的。那可太开心了啊！对，就是我对那些哇，我对那些香港演员特别的就是痴迷，包括我特别喜欢谁，我特别喜欢张卫健。哇，天哪，我张卫健，然后包括张家辉老师，这当然我这都是老师啊，就是我见到他们我都会非常非常激动，啊，古天乐老师，就这种的，我天哪，我太激动了。有一次我去香港演出，我忘了是大湾区还是什么的，应该是大湾区完事儿，然后那个就是演完了之后嘛，就吃饭还在一个餐厅跟那个张卫健老师偶遇了，因为那个就是一个港式餐厅嘛，吃海鲜的那种的，然后他也在那儿，然后呢，我特别开心，我还过去跟人打个招呼，虽然他可能不认识我是谁，但是我过去跟人打个招呼，我说那个老师我走了，我就吃完饭还给人还给人请安呢啊，告诉他在下退下了。刘波说华哥，那当然了，刘德华老师，我的天呐，我这个太喜欢他们了。嗯，我前天晚上睡觉前看的港台电影还是叫做《最佳损友》，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因为我港台电影我都很多港台电影我就看了无数遍了，无数遍了。我有时候听着睡觉，然后他那个也是那个刘德华老师演的，叫《最佳损友》，那里边陈百祥，啊，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很古早的那个电影，好像是90年的电影吧，还是89年的电影应该是，嗯，这么是89年的《最佳损友》，它两部，一个是《最佳损友》，一个是《最佳损友闯情关》，那两个电我都看得很开心，嗯。比如说宁哥，你跟我舅舅一样大，就我跟在场很多现场的这些朋友们，就是会有一些年龄上的差别的啊，代沟的啊，当然也没有代沟。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健身房遇到那个姐姐，那就是姐姐吧，对吧？所以我说咱家粉丝年龄偏大这事没毛病，也没错，我今天主要是看到，我今天直播，虽然不是为了这件事儿啊，因为我刚刚觉得好久没直播了，在车上直播的这件事儿也挺有意思，因为我看那天刷到刷到张艺兴在那个演唱会结束了，在车上直播，我就刷到一个片段，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那个感觉很好，所以那个我就想说今天要不在车上直播一下，但是其实今天引起直播的缘由是因为看到了一个话题，说刘宇宁上节目控诉粉丝。刘宇宁在节目不，刘宇宁在线控诉粉丝，这个控诉粉丝呢，看怎么理解吧，因为他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咱们之间的关系啊，他们觉得好像就是那个偶像和粉丝之间，要不就是互相捧着要不就一方捧着另一方。咱们家不是，咱们家互相薅头发，也没有薅头发了，因为大家也知道我的那个性格就是这样的啊，因为我包括直播也怼粉丝什么的，但是不是针怼，大家也知道，都知道那不是针怼，他可能不知道我们的生存环境是什么样的啊，所以现在就要开始控诉，相互控诉，也没有相互控诉了，你们还是比较的主打一个溺爱，虽然我都已经快奔40的人了，也是当一个孩子一样溺爱啊。宁哥啥都对，宁哥啥都帅，真好看。
啊，脸肿了，脸肿可爱啊，脸肿了，真是奶的，很可爱，脸哐哐肿，哐哐敷呢。啊，说哎，肿的很可爱，奶的，哎，这个奶乎乎的啊，小奶狗，这都是这种的，哐哐就是啊，反正就是好。因为我走直播嘛，直播你想想我直播不能搞得跟一个新歌发布会似的，或者是搞得像一个正常的采访似的，那还是得具有一些娱乐性嘛。所以就是娱乐性就是开玩笑嘛，大家在这个直播间说说笑笑闹闹，包括刚才跟你们讲点我身边发生的事儿，或者是我对那个自己弄歌的一些心得的一些分享。虽然你听不听得懂，或者接不接受，或者是赞不赞同都不重要，我只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这个跟你们分享一下嘛。对，我刚才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在群里听到我发的那个语音了，但是那个现场很多人就是可能就像那天那个在健身房偶遇那位姐姐，她就是没有资格进群，她就听她就没进群，所以她没有听到我在里面说的。我是说呀，我是说那个在线控诉粉丝没有，就是这个东西就很神奇的一件事是，那个之前不是有个舞台嘛，Seven Case。啊，说到这个 Seven Case，我又有一些见解要发布。算了，不发布了。有人说我们 Seven Case 是抄袭他们的名字，这也是蛮怪的啊，这也是蛮怪的。对，所以就是不说这个了。对，就是那个 Seven Case 那天我就想说，因为毕竟我算是一统嘛，我给大家组到一块儿去，我就想说，那就拍点那种短视频。拍点那种小短视频啊，在微博上一发呀，嗯，在微博上一发呀，然后就会有一些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宣传嘛。其实大家现在宣传歌也好，其实都靠一些噱头嘛，包括剧宣。你剧宣，你莫名其妙，你两个演员给人拉到电影院里跳网上最流行的这种舞蹈也是很奇怪。你是剧宣，你是让演员去跳舞，就是这件事我可不知道，我不说这个了。反正就是大家需要一些噱头来宣传自己的作品嘛。就像比如像这个我的歌嘛，我们的歌嘛，那得拍点小视频嘛。于是呢，我那天就先跟人说，我说晚上啊，宁哥给你们拍一个特别牛的那种视频，我们给你拍那种特别厉害。他们对我都很信服啊，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从小视频来的呀，他们觉得我拍小视频这块很专业，所以他们说好嘞，小宁，哎，好的雨宁，好的宁哥，他们都是老赞同我了，老哎呦，就是嘎嘎期待这个视频的，嘎嘎期待。我们节目录完了，舞台全录完了，然后他们都主动过来说那个雨宁哥，哥那个拍吧，拍视频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穿哪套衣服？穿哪套衣服？我是，哎，咱们就是换回那个学生那种呀，哎，咱们换回那个学生套装。咱们因为平时咱们穿那种光鲜亮丽的舞台，我们演唱会上咱们都是歌手，咱们每个人都发展的很好。你这种衣服穿够来了，咱们就是穿这种校服，好不好？穿这种咱们就是那种稚嫩的那种青春感，好不好？我给你们拍一种，因为我上网一搜，有一个叫做 EXO 站位，我说咱们就拍这个。我说人家最火的团是 EXO，咱们就是咱们也拍个 EXO 站位，这种就是非常有氛围感，非常帅气。我说嘎，我想好那个镜头是这样，一拉出来往上摇，这样咔往上一摇，拍了几个人，嘎一回头一看镜头，就是那种 down this animals，就是很酷那种，你知道吗？我说就这个，就搞这个。他说：“哎，行，哎，宁哥，我看过这个，哎，看过这个，这个老帅了，可以。”我说好。然后节目组说：“那用不用我们用摄像机帮你们拍？”我说：“不用，摄像机拍的太高清了，不是，摄像机拍的太好了，不行。我们要的就这种竖屏的，我们因为这个竖屏的东西更容易传播。
然后他们说那个竖屏容易这个就是容易不把人框不进去，我说没事儿，不行我们开广角，但是一定得竖屏，因为大家刷屏习惯都是竖屏，因为我自认为我很了解用户习惯，因为我做任何事儿都要了解用户的这个感受，所以我当时就是我就说不用，就用手机拍，手机这个画质是最标准的啊，因为大家就是互联网时代，人都是看不了太高清的东西，一定要这种的啊。然后我说那个，然后我当时就说谁有自拍杆接一个，当时预言说我有，他叫他助理哐哐跑去休息间把自拍杆拿过来了，当时我忘了是谁的助理了，我就给人拉过来干活，我说也忘了是哪个艺人宣传了，我说你好，你是宣传对不对？他说是的宁哥，我说那你肯定懂拍摄这一块啊，你懂拍摄这一块，那个这样你自拍杆把自拍杆拉到最长。他那个自拍杆也够长的，跟鱼竿似的。他那个自拍杆拉完了得有个，我估计得有1.5米吧，那个长度得有1.5米。我说你搞这么长自拍杆干嘛？然后那个预言说他平时会拍一些跳舞视频，所以他要把那个自拍杆立的跟人一样高嘛。啊，我说行嘞，我说这个是就是适合我们拍抖音，适合我们拍小视频用的，太牛了。然后于是呢，夹着 iPhone 17 Pro Max 2T 版本成色，啊，因为我认为，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手机也刚出嘛，我认为这个有朋友上台直播问我说，宁哥为什么 Q 这个手机的名字是要代言了吧？没有，就是一个梗啊，就是一个梗，就是那种炫酷的梗啊。然后呢，当时是什么呢？当时我就没用。没用我的手机，用的是黄子弘凡的 iPhone 17 Pro Max 1T 版本成色，啊，不是吗？啊，不，它是1T 版本，用的它的1T 版本。我说，用你的拍吧，用你的拍吧。然后那个，因为当时手机没在身边啊，所以我是2T 版本，黄子是1T 版本，我比他就是稍微的贵那么的几千块钱吧，啊，对。所以，对，用的黄子的手机，然后他当时慌到不行，你知道为啥吗？因为那个杆你想想1.5米支起来，上面夹个手机，一个人手拿的，那个手机已经晃到不行了，在上面，因为你知道它整个重量，因为那个大家如果学过物理的知道，因为那个杆一长，它整个重量会翻倍的，就跟钓鱼似的。他说他就一直瞅那个手机，他心想可别摔了，可别摔了。我说没事，摔了那个宁哥给你赔一个，你放心吧。哦，那行，我才买的，我才换的，我刚导的数据啊。我说没事，摔不了。于是呢，我将它调了一个4K 高清模式，然后调了最高清的模式，让那个宣传就是某一个艺人的宣传，然后让他就是给我们拍了那个视频，拍了大概有4遍吧，拍了4遍。这是我选的最好的一遍，因为那个确实不好控制。因为你想想，这个杆举上去之后，你根本拍摄的人根本看不到屏幕，拍摄的人没有监看，所以呢，在上面就一直拍完之后，我们拿起来看，每次把杆缩下来看，看完之后，我一看，哦，这一条还不错，这条是不错的。然后呢，因为他要包下7个人嘛，包下7个人，所以他原视频呢拍的就是那个拍的人很小。因为他怕包不下嘛。于是乎呢，回去我就开始做，我就开始剪视频。剪完之后，因为他那个要把所有人框进去，还用竖屏，所以人很小，所以我没办法，我就得把那个屏幕放大，把那个人放大嘛，别到时候看不清人嘛。放大之后，正好卡的那个黄子是在左边，我是在右边，正好卡的我俩人这个大小去做。做完之后呢，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清晰度太低了，因为它是放大了之后了嘛，他以为它放大了，然后呢，我就发到我们那个群里了，我说宁哥对不起你们，你们对我期望这么高，你看看，这行吗？这清晰度可以吗？而且这还没上美颜呢，脸已经糊到不行了，脸已经看不清是谁了，已经，他们都在群里说啊，挺好的，挺好的，可以，宁哥可以。然后预言这个人就是比较严谨嘛，他当时在群里说宁哥你不行，你把原视频发给我，我看看我这边有一个手段可以给他做视频修复。
高清视频修复。我说行，那交给你了。结果过了2天，他把修复的视频发给我之后，我一看，他说哥没成功，好像跟你那也差不多。我寻思算了吧，我就算了吧，就把那个我寻思算了吧，要不就不发了，要就不发了，要不就算了吧。后来那个到了节目那天，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就是又那是我剪的嘛，我整个我就寻思不发了吧，我就想说那就算了吧啊，因为确实有点垮。我们作为 7Kiss 首个这种短视频这个宣传物料，竟然这么的次，就是有点不好。但是后来那天那个节目一播，然后我觉得好像大家对这个 7Kiss 还反响挺好的，当然是各位捧场了，就各家粉丝也好，包括咱家粉丝也好，都很捧场，就很喜欢玩这个梗啊，帮我们去宣传啊，发各家的美照。哎，我觉得这个气氛很欣欣向荣，我就一狂妄，我说你那个，我就跟我那个团队的人说，我说你去找节目组，让他把这个视频给我发出去，我们要一炮而红。结果就引发了咱们家粉丝在那儿骂剪辑、骂拍摄的人，说糊成这样，用座机拍的吧？啊，给我宁哥放到边上，不知道边上有那个视频会有一个头像吗？会有点赞或者评论吗？不知道吗？当时我看的心里一咯噔一咯噔的，我当时就心力交瘁的。你说我怎么办？我是不是得给人节目组说两句？我说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剪太不好了，我得跟粉丝解释啊，不好意思，宁哥是剪太不好了。哎呦喂，给我看的心里一咯噔的啊！但是后来那个其实那个梗玩的挺好的，后来你们马上去华贵，不剪得很好，什么天才剪辑师什么各种给我夸，那个梗其实玩的很好的，挺好玩的啊，大家也觉得咱家粉丝挺可爱的啊，挺好的啊。但其他艺人也看到了，他们节目里也看到了整个故事的流程，因为当事人包括黄子他们才因为知道那个东西一手是我策划的，然后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然后他看到网上那些评论什么的，就是正主被粉丝就是也不算骂吧，他就是那种本来想声讨节目组，结果声讨到自己正主上那种乌龙，然后转身又华贵那种可爱的样子，就很好玩啊，很好玩。嗯。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说那个给我说那个爱奇艺给我 P 黑图那个啊，这个我真的要解释一下，因为首先呢，宁哥不谦虚的说啊，就是咱确实就是对爱奇艺也是有那么一点点贡献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就说是有点狂妄？当然，我跟爱奇艺所有的那些领导也好，都关系非常好的，他们都很器重我的，就是也不是很器重我吧，就是他们很照顾我的。对，每次在任何活动上，包括我去爱奇艺去，他们都很器重我的。对，爱奇艺其实对我很好的，而且后面好多项目都是他们给我的。然后就是他们很器重我的，所以他不首先我们要认定一件事，他绝对不存在故意害我这件事儿。啊，就说那个，因为这个事儿是因为海外版那个上传了我的那个音频嘛，上传完之后发现我那个封面上有一个黑点在鼻子这儿还是在哪儿我忘了，啊，就是大家就说，哎呀，这个故意这个去给我宁哥 P 一个黑点，我觉得这个大家去说这件事是去维权去说，哎，这怎么有个黑点啊？去跟人说，哎，这有问题啊，你提出问题完全没有问题。这是正常，这是应该的。哪怕我自己看到了，我也会去跟人说，我说这为啥这上面有个黑点啊？为啥会有个黑点啊？这是肯定要问嘛，因为这是属于一个操作上的失误嘛，肯定不可能。当然我们就是理性的去思考这件事啊，就是他因为那个上次碰到他们那个人了啊，碰到爱奇艺的人了。他说这你那个雨宁确实不好意思啊，就是确实不好意思，这个确实不是有心的，因为那个东西网络上传视频的时候，它会自动截取一帧成为封面，它那个封面莫名其妙上传上去之后，上面就有个黑点，是莫名其妙的。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那种自己上传过视频、做过视频的人。就是做个视频上传一定会有一些码数的一些问题，它就会在画面上有一些问题的，这个是一定的。因为我之前也做过一些，我自己做视频的时候也有这种的问题，
啊。但是首先你要考虑一件事儿，就是爱奇艺也好，节目组也好，他们就是给我脸上披个黑点，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首先，这我们要搞清楚，如果真的是他们要害我，他们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害我刘宇宁，让我这个因为我脸上有个黑点之后就变得很丑，大家就不喜欢我了吗？应该不是吧？所以我们评价一件事，他们固然是有错误，他们确实是失误了，确实是出现问题了，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恒定嘛，到底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嘛？首先，他一定是无心的，因为他不存在害我。所以他也没必要花这个时间去批一个黑点放在那个网上去黑我刘宇宁或者坏我。他们图什么呢？他们跟我有仇吗？或者是我在录节目的时候，或者是跟爱奇艺合作过程当中，让他们多么的不开心，他们才会这样对我呢？特意花时花工去做这件事吗？他们犯不上的，犯不上的，因为我们后面还会有很多更多的继续合作。所以就是我有的时候，如果大家觉得别人在害我，我就在想，哎。如果他想害我，那我是人品有多差？我跟他合作是有多么的不开心？他要这么害我，我就会有这种心理。我不会的，所以他都是因为这个世界啊，朋友们，我就想跟你说一件事儿，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啊。等我回头有的时候，等我60岁的时候，跟你们讲一些真正你们认为专业的事儿，他其实是怎么做的，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个草台班子。没有你想的那么严谨，它精密到科学数字什么没有的，所以它总会有一些失误，有一些那个不好的东西啊。你认为很精密的科学，很精密的一些流程和一些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普通且不专业啊。所以等我60岁的时候给你们讲啊。但是我就说今天这个事儿嘛。今天这个事儿，首先他们绝对不会说故意给你批这个东西的，而且人家人家那个我们合作的那个爱奇艺那个平台那个人也过来说了，这确实不好意思，3番2次的跟我说不好意思，说海外版那个上传那个就会有一些那莫名其妙的，而且跟那边沟通还会有一些，因为它有一些部门上的，因为它不属于一个部门嘛，沟通还会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就是需要时间去沟通。需要一些几道流程什么去沟通，说哎替换这个东西啊或者怎么样，是整个都是这样的啊，不存在针对你刘宇宁，你刘宇宁是有多差呀？你跟人合作的他是有多么的不开心，要这么搞你，不至于。但是人家失误确实是失误，出现问题确实出现问题了，我们提醒人家及时修改啊，人家不是有意的，那也对我没有造成什么影响，那就好了嘛，那就算了嘛，事儿过就过了，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朋友们你要记住一件事儿。你多交一个朋友，你会多走不止一条路。你在这个行业里合作的伙伴，你让合作的伙伴舒服，你绝对多的不是一条路。但是你让一个合作伙伴，就是当然不是说你让一个合作伙伴不舒服，你可能会少好几条路。这就是你包括你以后在工作过程当中也要知道一件事儿。更何况我说的是更何况，我个人本来就没有过节，人家那个江苏卫视也好，爱奇艺对我非常好的。我不是在这说漂亮话，我都刚才已经在群里跟你们说了，就是我是那种非常体面的人，但是如果真的有人跟我不体面的话，我会比他更加不体面。我是这个性格的，我会开着直播，就是哐哐哐哐给你开2个小时直播，就细数你的1、2、3、4、5、6、7、8、9、10，我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就是所以大家不用。这个事儿就翻篇了，不要再去说节目组什么的，我们就开开心心的玩梗也好呀，然后咱们互相调侃也好啊，但不要真正的去上升到一些过多的东西，没必要啊，没必要，都小事儿，其实都小事儿，在咱们家很多别人家看似的大事，在我这儿都小事儿，都小事儿，微乎其微的小事儿，非常的微乎其微，对，跟格局没关系，是你想的明白。很多东西不是格局的问题，是你要想明白。你没有什么格局，我没有什么格局，但真正欺负到我头上的那肯定不行，真正欺负到我头上肯定不行，肯定不行，是这样的，我肯定我要蹦高，不下，干啥？我肯定是这种，因为我就这性格，但是你误会人家了，就是而且大家关系很好。我是很讲情面的，就是不会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儿，
当然，我在下很多朋友去帮我那个声讨也好，那肯定是为了我嘛，我懂。我说了嘛，给人提出，就很多有些失误什么的，给人提出了那个建议，人家修改了就 OK 了，这事就过了，不要就揪着这事儿，去散发一些所谓的阴谋论什么的，没必要啊。这些东西我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这些事儿我自己都能很好的解决啊，我都能很好的解决。香水分享，香水那天我已经去分享了，然后但是大家可以去，你如果喜欢那个味道，去买点小样儿。我看网上有卖小样的，你去尝一尝，闻一闻也没啥。因为毕竟我跟他没合作啊，没合作给人做宣传也是很莫名其妙的。但是我这个人就是你们想知道，我就发给你们，你们自己去做决定。我就不喜欢去绑架你们，让你们说这个不许去看刘宇宁直播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许去买这个品牌啊！这个品牌没给我合作，咱们那个不许那个什么不许买啊！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们随便，我告诉你们是什么了，你们想买就买。但是我建议是，因为他毕竟跟我没合作，你们去买点小样啊，就是买点小样尝一尝，体验一天啊。如果你非要买那个正品也没关系，买呗。这是你自己的钱，我管不了你啊。就像你想看刘宇宁直播，那是你自己的手机，别人管不了你一样。有朋友说，我那天我就去柜子里向柜台闻一闻得了，也不是不行，也不是不行。你不想买，你觉得花这个冤枉钱，你平时也不用啥的，你就直接去柜台，你就找这个香水，你就在那站着多闻一会儿，闻10分钟，给自己闻迷糊了，一次性尝够，可以了，退下就可以了，还挺有道理，可不是吗？你就一直闻10分钟，给自己闻恶心了，再也不想闻这个香水味了。有朋友宁哥快来马来西亚，宁哥快来马来西亚，好嘞，那就有机会去吧。有朋友说每天去试用，也是个招儿。每天上班之前去一趟那个品牌店去试用一下，说这个我闻闻这香水啊，我试试啊。好，走了，每天去试用，就每天都能喷是吧？也犯不上吧？也不至于啊，别干这种事儿啊。也是个招儿，但别干这种事儿啊。有朋友说我昨天那套衣服是有那个什么衬衫扣，有什么就是意思绑在腿上，然后拉的衬衫不让褶皱那个没带啊，没有那个东西啊。我下面那道痕迹就纯就是上面的衬衫比较长，放到下面没有那个东西没带，没有不需要啊，就是里边衬衫比较长，然后顺下去了啊，衬衫夹刚有朋友说昨天的衣服。就是很好看啊，就是很光鲜亮丽，然后也是一个他们给特别定制的，非常非常感谢，有朋友网速太快了，你们在这刷的嘛，在屏幕上刷的，说衣服，非常光鲜亮丽。有朋友说宁哥大连加长好不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做啥呢就是不希望自己有压力啊。当然这个适当的压力是 OK 的，就是当因为我开演唱会这件事儿，首先呢，我觉得是让我开心的一件事儿。当它变成我的压力的时候，是我最不想的一个结果，对，就是因为我是要对各位负责的，就是如果我状态不好，或者是我不会那么搞的。毕竟如果他是一场直播，这无所谓，或者一个康乃馨音乐节无所谓，但毕竟收了各位的钱，我就是觉得，我不知道，我对这个罪恶感，我不是罪恶感，我对这个责任感非常的强，就是花了钱的，我就要给你花了钱的享受，或者怎么样的，我就会有这种的，我就不想去让你们去花钱或者怎么样的。包括昨天，包括好多我跟你们说啊，就人稍微出名一点啊，
就是我可能也不是说只有今年了啊，之前也有，就很多人找你合作，合作啥呢？合作各种周边，要不是音箱，那种合作出一款音箱，有你专属语音的啊，要不跟你合作出一套这个手办啊，有你这个形象授权的，要不就是那个给你出一套这个什么电子宠物，什么就这种出一套周边这种东西啊，就要出周边。我给他们的很多回复，我说我出道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东西，我就是不想让粉丝去花钱买我的周边。就是粉丝花钱去买我的周边，去从你们身上去赚这个钱。就是当然你去买那种盗版周边，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我本身我的出发点，我是不想做这件事儿的。啊，这跟爷不爷们儿什么人好不好，人品正不正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想法，我上次说了，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想法。我怕有一天各位脱粉了，到闲鱼上去卖我的周边，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会非常难受。我不想让自己难受而已，所以我要宁愿少挣很多很多钱，我也不要让自己难受。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演唱会我都不做周边，我就是这样的。啊当然这是其一了，其二我就是我不希望我就说这个话，我不需要我，当然我是这么做的，我也不需要说这个漂亮话啊。我就是觉得我就不希望让你们去，我自己去生产一些东西卖给你们，然后去把你们的钱收上来，然后把这个钱赚了。我觉得这个，那我去带货，比从你们身上卖东西赚钱赚的多了去了吧？我就是赚粉丝钱的话，我去带货去呗，对吧？我就哐哐带，我早几年我带，我现在早财富自由了。对吧？所以我不干这件事儿，因为我觉得不干了。演唱会还有几个城市，还有好几个呢。而且这一轮完事儿了，我看看，然后下一轮再好好策划，把歌拢一拢，然后再发一个，再发一张专辑也好，或者是发几张 EP 也好，下一轮演唱会就看看再搞别的形式了。不知道，没思考，我先把这一轮弄完吧。这一轮先弄完。我看很多歌手，那上次我遇到王苏泷，碰王苏泷嘛，我跟他当一个颁奖活动碰到他了，我随口一问嘛，我说今年那个跨年在哪儿？我问他，因为我们歌手都有跨年晚会嘛，歌手一般都会去跨年。我寻思跨年我们在一块儿说跨完年我们一块儿坐一会儿或怎么样之类的啊，就是聊聊天什么的，就是朋友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跨年在哪个台？他说，因为我每年都在江苏嘛。他说我跨年开演唱会。我说我说好像我听说了，我才反应过来，有好多艺人是他开跨年演唱会，就是他这个演唱会是在跨年那一天跟就是现场的观众一块跨那个年。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他不是参加各个卫视的电视台的那个跨年晚会，他是自己开演唱会，跟粉丝在台上跨年。我不知道，我当时我觉得很酷哎，我觉得很酷哎。我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好，真的有人会在12点的时候跨年那一天不跟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去演唱会上看演唱会吗？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可能因为我很浅薄嘛，因为我这人就是思维就是很浅薄，我就会觉得会有人吗？哦，这样好吗？就是当然我去了解了一下，发现好像很多人还也这样吧，好像对。好像我看今年周深好像也是，对对对对，我看他也是，这是很有想法的，我觉得他是很有想法的，很棒。嗯嗯，今年肯定来不及了啊，那今年来不及了，因为订场馆啥也来不及了啊，所以对今年肯定是来不及了，我这订场馆啥的什么这些东西需要
很提前的哈，很提前的，所以到时候我琢磨琢磨啊，琢磨琢磨，不行咱们就跨一个那种，咱们以后跨中秋、跨国庆这种的，咱每个节日啊，咱每个节日咱都是那种跨一下，好不好？反正就是过了12点，就算跨，就算跨年，嗯。星光大赏去吗？应该是去吧，对吧？星光大赏去的，就是基本我不去的活动都是啥呢？都是我在那个地方没有剧播出，像很多有一些别的活动邀请我去，我就因为我没有涉猎那些领域，或者是没有在那个有很棒的一个东西，就比如像一些没事儿，反正就因为我今年折腰播的那么棒，我为什么不去啊？星光大赏得去啊，对吧？折腰那么爆，为什么不去？得去呀、而且在那个海外平台播的也非常好，在海外平台播的非常好，包括书卷这两个戏播的太好了，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海外粉儿，因为我最近有很多那个啥，很多就是因为最近在整理演唱会票嘛，发现好多外国人啊，美国来的，各种地方来的，好多外国人，就发现好像以前不会有啊，这好多外国人买票，嗯，因为他录身份信息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嘛，就说哎，什么这么多外国人，没事，后面还会有，上面有杭州、南京、成都，大连，这都有呢，嗯，行吧，差不多了，播了一个半点了，啊，播了一个半点了，然后那个啥，那个跟你们聊会儿天也挺开心的，我缓一缓，一会儿快到地方了，到地方了还有一堆事儿呢，嗯，行了，那各位辛苦了，现在这个点应该在家吃饭吧都，现在6点钟，我到了吃点东西，然后开始干活，在这里呢，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今天的旅途有你真好，各位旅客。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各位旅客，咱们下次再见了，拜拜，各位。今天有点邋遢啊，下回好好这个化个妆再来见你们，拜拜，各位，拜拜了。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